早安。首先要参加的是第一项8级加速级男子组200公尺或者是。50公尺转身田标是领先的是位于2组道来自新竹侯友俊学校黄子贤选手前方是领先。目前在这里现在位于6组道是2名选手，已经在后第4水道，为了有趣、举例、雨，以及第5水道民工国小庄怡3位选手目前保持领先。现在已经是拿出了6水道是选手。有了，最近没有，但是现在已经直播了。好，有狼，对，还有声音，有声音。哇，这什么？
今天的给大家的是2项9次10分级男子组200公尺混合式2组，首先进行第1组。各位参赛选手，请注意，当你比赛结束抵达终点的时候，请各位选手从2侧楼梯上来。各位参赛选手，请注意，比赛结束之后，请往2侧楼梯上来。谢谢各位配合，也请各位领队教练呼吁一个选手比赛结束之后往2侧楼梯上来。谢谢各位配合。目前场上进行的项目是2项9次10分级男子组200公尺混合式的第1组。第1组现在是领先的属于第1组道刘泽宇选手，紧跟在后第4组道天永吴勋蔡明成，紧跟在后第2组道海英曹武魏秋谦，3位选手前往领先。第2项第1组领先抵达终点，第1组道刘泽军。有请选手往2侧上岸。组合进行2项第2组指向式合作练习。
不太同时转身过后前领先的是水道处理自由张元硕，紧追在后第3水道丁勇吴旭之小二，而在第3位是第1水道新竹后永训学校赵成玉。车厢第2组领先打第4水道是林继荣、张元硕。紧接着要进行的是第3项，之前女孩子组200公尺或者是总共有2组，首先进行第1组。
第三项第一组目前领先的选手由水道飞鱼勇将徐海星，比赛后第二水道梦想体育学院李宇哲，赛事第三、第四水道中和国小洪子俊。第三项第一组领先达6水道飞鱼勇将徐海星。接着就是第三项最后一组第二组。第三项第二组目前积分非常今天领先的选手分别来自4水道大阪国小第2人以及5水道新竹后腿区杭金润两位选手，是领先，加油加油！紧接着他们来到第3水道来自41人古城祥基。现在两位选手差距非常的小，第4水道5水道杭金润。
二组领先马拉松队第5水道7组后友军昂新任。这个进行第4项13次顺利两支组2个组和是第1组2组。各位语文的第1组包括有一些方面的概念累积，或者是累积用在累积，不包括打游戏。第4项第1组目前30领先的是5水道英国伊莎前领先，在第6水道同样是英国伊莎7加10，在第3、4水道第5项李兆霞。第4项第1组领先第5水道英国伊莎前领先。接下来要选的是第4项欧洲杯组第2组。
第10项第2组是133水道英国机长廖佑生，紧追在后第2水道上于江族洪祥恩，上升第3、第4水道有上少的高尚成。第4项第2组领先拿中的选手。第4水道。紧接着要进行的是5项15至34岁的级，男主上的同时或者是总共2组首先是目前场上进行的是5项15、17、18至24以及25至34岁的级，男主的同时或者是在18岁世界级目前领先的是1水道中高职陈志成，25至14岁级，这个先是第2水道陆宣武，而15、17岁级目前领先的是第5水道，海洋科大学赵伟平。18岁世界级领先达的是1水道陈志成，而15至17岁级领先达的是5水道海洋科大学赵伟平，而25至34岁级分别是2水道陆宣武。这是5项第2
组，第二组是15至17岁及男子的两公司。上方这个是骨架跟组2组。第2组，在紧接着是鱼水道、中国机场广义堂。你们看到的还是有第3水道，同样还是国机长陈建明。在第3、第4水道，英国机长才3度。第2组是达第5水道英国机场广义堂。你这个要进行的是第6项35至44岁及男子组的同学或者合适。
目前在这里是14道小泽与教室主者，但是因为第20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正式归一，在第30道要来自亚洲国际游泳协会冠军。这边是7项45级、54级男子200公尺或者是。是第3水道，来自海苑早泳会徐义军。再去第2个是5水道，同样来自海苑早泳会欧阳世煌。第4水道是清源，以及第2水道吕少卿2位选手紧追在后。
第7项领先抵达终点，第3水道海苑早永会徐义军。加油加油！紧接着要进行的是第8项55级以上岁级男子组200公尺混合式。占据第2水道
8项先抵达终点6组，亚洲国际张华伟。这边要进行的是第9项是8岁以下最级女子组200公尺，分别是共2组的第1组。好的，这个就是第9项是8岁以下最级女子组200公尺，分别是共2组的第1组。好，那我前面的领先的是于第4水道3同国民兵的多基以7位，前面第2是第1水道为2有距许以为。
是8岁以下女子250公的是9岁以下是第4水道三重国民高中心第7位。接下来是9项是第2组。场中练习9项是8岁以下练习女组220公的是第2组。场中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郭玉杨嘉瑜，第5水道虎洞高一琪，以及第6水道新庄私立陈品轩。
场内进行10项次9至10岁及平均组200公尺，这个是共2组的第一组。
西泳队的吴泰伟任，第4水道的归于方宇。很多不止领先呢，是位于第6水道海淀早友会蔡丽仪。在第2的2个水道选手分别是第4水道玉国伊莎林晨曦以及第5水道飞鱼永汉沈凤熙。
实际上第一组本次比赛是第6水道海月早泳会蔡丽仪。紧接着进行的是第11项的第2组。场中进行11项次女子组11、12类级200多组混合式的第2组。最后50公尺，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也是大同国小1队周彩杰。在第2是第3水道新生宝龙的李宇轩，以及第6水道，在第7水道后上体育学院王明轩。形象是第2组。首先领奖的是第4水道，也是大同国小1队周彩杰。紧接着进行第12项后备组。场中进行12项次女子组13、14岁级200公尺混合式
水道英国伊斯兰刘伊斯拉，第7水道英国伊斯兰廖佳杰。这边的，这都是这边。12项是首先比较特别是水道英国伊斯兰刘伊斯拉，接着进行13项是。目前领先的选手属于第7水道18至24岁级快乐游泳队陈庭轩，15至17岁级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北市大同国小A队蒋千英，在第2的是第3水道英国伊斯兰陈志奇、孙志奇。13项次18至24岁级首先抵达第7水道快乐游泳队陈庭轩，15至17岁级首先抵达的是第4水道北市大同国小 A 队蒋千英。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第14项次。
觉不是很重，我们常在才留啊6米，这么少5米还6米，对啊，没有，说不够啊，他根本没有，他不5米了啊，6米，1米半而已。下去刚好到那个坡，到这个坡而已，还不够，不到了。对啊，少说要再放个10米出来，对啊，回去看他怎么绑的吧，不然怎么办？回去看他怎么绑。场中进行的是第14项次1、2水道为35至44岁级，3、4水道为45至54岁级的选手，6、7、8 3个水道为55以上岁级的选手。场中35至44岁级，目前领先的选手是第1水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蔡婉伦。55以上岁级，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第7水道海燕早泳会刘菊美。而在45至54岁级，目前暂时领先的是第4水道海燕早泳会林彩云。14项次35至44岁级，首先抵达终点的是第1水道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蔡婉伦。14项次55以上岁级，首先抵达的是第6水道永和晨泳会江富仁。
更正，55以上岁级首先抵达的是第7水道海燕早泳会刘菊梅。45至54岁级领先抵达终点第4水道海燕早泳会尹彩云。紧接着要带给大家的是第15项，80项岁级男女混合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场上进行的是87项岁级男女混合组4×50公尺自由式接力，每个队伍派出2位男选手以及2位女选手。对。喂。这边可以接受客服啦。一起到底。15项第1组目前领先的队伍，第1水道天泳培训，第2水道大安的龙安国小。占据第3的是第8水道台艺大胡子泳队。加油加油！
目前暂时领先，第3水道威尔永逊占据第2，东安国小。15项领先，抵达终点的接力队伍，第3水道威尔永逊。接着进行16项9至10岁及男女混合组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总共有2组。首先进行第1组。16项第1组第2水道台艺大胡子泳队，第3水道海燕早泳会，第4水道三重运动中心，第5水道天泳培训，第6水道新庄 swing， 第7水道鲨鱼家族。领先交接棒次的是第5水道天泳培训，紧追在后第4水道三重国民运动中心。第5水道天泳培训，第4水道三重运动中心，第2水道台艺大胡子泳队，加油加油！第4水道三重运动中心，迎头赶上。2个队伍即将交接给最后一个棒次，同时出发。第4水道三重运动中心，第5水道天泳培训。16项第1组领先抵达终点的接力队伍，第5水道天泳培训。那我就讲讲。那这个200岁。
我们请位于出口处的家长，请您往后站一点，我们把出口处让出给选手的动线能够更顺畅，谢谢大家的配合。请位于检录处出口处的家长，请您往后站一下，我们把出口处让给选手，有个流畅的动线，我们比赛会更顺畅，谢谢大家。紧接着要进行的是第16项第2组，将是最后一组，9至10岁及男女混合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大会报告，请参赛单位行政人员黄荣冠先生，请您与大会工作人员联系。黄荣冠先生，请您与大会报道处的工作人员联系，有重要的事情转达。目前暂时领先的是位于第8水道龙安国小，占据第2、第4水道树林劲勇俱乐部，占据第3、第3水道踏实游泳俱乐部。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树林劲勇俱乐部以及第8水道龙安国小，占据第3、第6水道新生角龙。目前领先的是第4水道树林劲勇俱乐部。16项第2组领先抵达终点的队伍，第4水道树林劲勇俱乐部。
以前我有那边，最近有那边2次，我有那个都是都有一个嘛，一个不难。接着进行第17项11至12岁及13、14岁及男女混合组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第1组。
17项第1组领先抵达终点的队伍，第6水道运博 Tisa 是13、14岁级的接力队伍。11、12岁级领先抵达终点的接力队伍，第5水道天勇培训。好了，谢谢。场上要进行的是17项的第2组。
17项第2组领先给他中国的接力队伍水道4-91个18项99岁级、100岁级、120岁级，男女混合4乘50公尺自由式接力。目前领先的选手位于第2水道2位刘远辉，是99岁级的队伍。
此方向领先抵达中原的队伍一起走到亚洲国际游泳协会120岁级的接力队伍。大会报告，刚刚有倡议要领奖的选手听到广播，请您至检录处报告，谢谢。
大会报告，请亚洲国际游泳协会教练、亚洲国际游泳协会教练，请您立刻与大会裁判长联系。
手到检录处准备检录。参加100公尺蛙式的选手，请到检录处报到。大会报告，请9至10岁男子组有参加200公尺混合实力选手获奖的刘泽军、赵崇日、史成凡、朱秉成、张元硕、林佑堂、杨立远、徐世辉，以上的选手，请到后台后方准备评价。请参加11、12岁200公尺混合式的选手刘世恩、徐海欣、徐传志、陈祥记、林雨婷、韩新瑞、陈琳、郑庭阳以上的选手，请到后台后方准备评价。
今天是运博2024年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开幕典礼，感谢各位贵宾莅临参加由本公司举办的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典礼即将开始。首先，让我们邀请本公司代表人执行长为大家致辞。预座各位来宾，各位选手，各位家长，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们是运博国际股份有限公司，那很高兴这一次我们举办2024运博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那有这么多人参与，那也感谢今天贵宾的到来，那来给我们支持与鼓励，这样子。好，那首先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与会贵宾，好不好哈？首先第一位介绍的是我们的荣誉会长台北市议员刘耀仁先生。好，那再来介绍的是我们的荣誉副会长蒋中仁先生。好，再来介绍是前教育部体育司司长张志满张老师。好，本次游泳比赛大会技术委员召集人陈坚追陈老师。好，那中真里里长林习奇先生。日祥里里长张宏胜先生。好，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谢新良理事长。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刘嘉瑜秘书长。中华民国运动与休闲协会周立学执行长。青年派出所副所长李俊宏。青年派出所总务陈之瑜小姐。海燕早泳会陈宏年会长。青年游泳会陈怡辉会长。交尔极限有限公司黄伯清总经理。TIGA 台湾高尔夫学院威利经理。台北市国小联合会张喜文总会长。好，那我们真的很感谢这次所有的嘉宾的到来，那为我们支持与鼓励哈。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司仪我们请我们的那个荣誉会长为我们致辞，好不好哈？来，我们邀请刘耀仁先生为我们致辞。感谢执行长哈，还有我们的大会我们副会长蒋中仁蒋爸，还有我们的张宏胜里长、林希喜里长，还有我们体育界的大佬张老师、陈老师，还有现场所有的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刘耀仁，已经应该是第9次参加我们运博全国分龄锦标赛的大赛了哈。这长期以来，运博公司为了水上活动的推广不遗余力了今天就是风和日丽选手越来越多，表示这个运动已经推广到全国各地了哈希望这么好的活动大家可以来共襄盛举运博公司自从呢标到这个青年运动园区之后，结合了我们的网球、高尔夫球还有水上活动，所以非常多元化。这是台北市很难得的一个运动休闲的那个多元的运动园区希望大家好好的利用祝今天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感谢各位。
好，我们谢谢我们荣誉会长刘耀仁刘先生哦。好，哦，不好意思，刚刚没有介绍到那个台北市水上志工协会黎荣章理事长。好，谢谢理事长，我们也谢谢我们的荣誉会长哈，刚为我们的勉励哈。好，那再来的话，我们请我们的司仪哈。接下来，让我们邀请大会荣誉副会长蒋中仁先生为我们致辞。好，那我们进行颁奖仪式哈。首先，我们等一下邀请的是9岁、10岁，我们就邀请9岁、10岁有得奖的小朋友哈。首先第8名徐世禄小朋友，好。第7名刘泽军小朋友，好来。第6名史承凡小朋友，第5名杨丽远。第4名赵崇日，好，再来颁发前3名哦，林佑达，再来是天永培训朱品成，第1名是树林竞泳俱乐部张元硕，好，在这边邀请我们的荣誉会长为我们颁奖，好不好哈？好，来听口令哦。好，全体立正。好，敬礼。好，讲错了。好，我们先合照一张好了，好不好？来。好。好，先来。好，我们请议桌为我们颁发前3名的奖牌哈，来。好，首先第3名林佑达，好，第2名是天永培训朱品成，好，第1名是树林竞泳俱乐部张元硕，好，立正，好，敬礼，好，谢谢我们的荣誉会长，好，向右转，7步走。他讲痛嘞，他讲痛不见了，好，各位来宾，那我们的颁奖仪式到此结束哈。那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全体来宾到游泳池，我们合照一下好不好哈？来，我们邀请各位来宾，我们下来跟我们的背板稍微合照一下好不好哈？来。来，我们请我们来宾来跟我们合照一下。
看前面哦。好，我们谢谢我们各位贵宾的参与哈。那我们的那个开幕仪式到这边就结束了。好，谢谢各位的贵宾的参与哈。好，谢谢各位。好，李晨，谢谢。好，欢迎各位观众朋友收看。在今年运博的游泳分龄赛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现在时间9月7号的早上时间10点半那这场比赛是在台北的青年公园室外游泳池来进行那目前我们看完在这场比赛的这个赛前的一个开幕典礼，以及刚刚有早上的一些比赛的一些颁奖典礼之后，待会要来进行接下来的一个比赛待会下一组准备要上场的这个比赛呢是男子组的100公尺蛙式，而且是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那这是就要讲到说我们这一次这个运博的这个全国分龄游泳锦标赛，毕竟它是分龄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最小年纪是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那最大就是55岁以上不管说你几岁都可以来参加，所以这个运动就代表就是不管你年龄现在是几岁只要你平常是有游泳的习惯那对于游泳这项运动是非常喜欢的都可以来报名这个比赛。那当然今年是已经来不及了就是明年如果说观众朋友对于这个游泳这项运动是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报名。那待会要来进行的是这个8岁以下的这个组别了100公尺的一个蛙式待会这个组别是分2组要来进行，那预赛就是决赛嘛，所以就是小朋友就要加油，就是每一次的这个预赛就是要当成决赛来去比。好，现在画面上我们看到，这个应该是我们8岁以下级别100公尺蛙式的第一组的比赛。那场上我们看到是有3位选手其实我这个秩序社拿到是有8位的就8位位一起比，但是看起来应该是有蛮多选手。对，可能请假的。对，可能是没有来了那今天其实除了我李世廷之外，我们身旁这边也是邀请到陈巧莹，巧莹你好。老师你好。好，所以这个比赛就由我跟巧莹一起来为观众朋友提供转播。那现在画面上看到3位选手陆陆续续已经抵达了第一次的这个折返点那现在翻身登墙出发，现在有最后的这50公尺。蛙式就是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在转身碰到墙的时候一定要用双手，对。然后一般其他姿势潜水是可以到15公尺。那蛙式的话就没有这个规定，但是你只能做一次的大蛙手，然后踢水这样上来。对，但如果超过15公尺就没有关系，这样。对。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场边的裁判会去注意到的一些事情。如果你做了2下的大蛙，他们就会算犯规这样。对。好，画面上我们看到3位选手，应该是分别是第3道郑宁峰，第4道是房敬阳，跟第5道的尤乔诺3位选手在场上来角逐了那因为比赛人数其实蛮多的，所以就是直接就是预赛的成绩就会直接纳入到最后的这个决胜的这个成绩，决赛的成绩。这个我们就叫计时决赛，这样就是直接以秒数来看名次这样。好，所以第4道第4道是房敬阳游出了2分03秒的一个时间。100公尺的蛙式，这个是在8岁以下组别很厉害，很厉害。对，在这个年纪，其实不要说游到2分钟，你有办法游完全程的100公尺都很不错了。没错，没错。那我们今天的比赛是从8岁以下到55岁以上，就不管你是几岁都可以参加。对，都可以参加。
其实这些大人也很厉害，因为要在上班额外时间花一些时间出来练习，也是很厉害。平常如果说真的要找时间练习的话，可能就是在下班之后啦。对。那或者是说利用礼拜六、礼拜日的时间啊，去运动中心来去做练习。像在美国、日本，他们这种全民运动比较多的国家，他们有些会在上班前，就那种5、6点就去晨泳。对啊，也是很厉害。好，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是100公尺蛙式，好，那这个应该是9到10岁的这个组别哈。那在这个组别人数就比较多一点。这个组别是有分2组，那目前我们看到是第1组，应该是有分3组哦。这个组别应该是有分3组哦，比如说在这个年龄层参与的选手是比较多的。今年的这个运博的分龄游泳锦标赛啊，总共我算了一下，大概是有接近900位选手，就是各个年龄层全部加起来，大概就是900位。所以这等于说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比赛。对，没错。所以台北市这几年基层的发展也是发展得很好，对啊，就是有赖这些民间的团体还有政府一起去努力。像游泳这项运动，其实真的是从小到大都可以来做参与，那也比较不容易受伤，没错，而且有非常好的一个运动效果。对，它是全身性的运动啊，所以有做过游泳运动以后再去学习其他的运动也都会蛮有利的。这样。那像游泳这项运动，如果说从小要开始去培养这个兴趣的话，教练你会推荐大概是几岁的小朋友会比较去适合？其实现在很多是从 baby 就开始游，就是0岁，对，因为其实他们在妈妈的肚子里面就像是在水里，所以其实从小开始学的话，水感什么都很好。这边也是完成喽，第5道应该是林尚晴，来自台北市溪口国小林尚晴，他游出1分44秒的一个成绩哈，1分44秒19，那第2名我其实也很接近哦，1分44秒66啊，这是在第4水道的真诚。所以在9到10岁跟8岁以下，这个成绩就有一些差别。8岁以下大概就是有个2分左右，那9到10岁、9岁、10岁大概就是3年级、中年级左右的一个年纪，可以游到1分45秒左右。其实蛙式就是在小时候，如果有比较早开始学，然后或是力量稍微大一点的小孩，他就会明显有比较好的表现。对，因为它是技术性质很高的项目。对。刚刚教练有提到，就是其实小朋友刚出生就会有一个不错的水感。那我是听过一个传言，就是小朋友，你如果说你刚出生，你把它放到水里面，它会自动憋，而且它会憋气。对，这是天生的。对，哇，他们这个是天生的。所以这个就是因为我听到这个，我是刚开始我是不相信的，对，我是觉得真的吗？怎么可能？对。而且他们其实自己就手就会在那边拨，对，所以就会动的。当然不是说游泳啦，但是至少是说他会去抓那个水。所以从小开始训练是真的，就是从出生之后就可以开始让他们去碰水去。对，应该是说玩啦，比较还不能说是训练，训练有点太严苛。对，让他们去玩水。玩水，对，就是培养兴趣、培养水感这样。那因为小朋友因为心里不会想太多，所以其实你小时候就敢下去碰这些没有踩得到地的游泳池的话，其实长大也比较不会怕。对。好，刚刚我们看到在这个转身的过程，这个折返点的过程，其实折返点的裁判都会注视选手的动作，每一水道都会去看，就是说2只手是不是有同时去碰到这个墙壁，然后再来做出发。这个在比较严格的比赛，它甚至你如果是一个手上一个指尖都不行，对，就是一定要2个手同时，它上下手也不行，对，所以其实这个蛮严格的，对。我不可以一只手先碰到，另外一只手再碰到，对，这样就算单手出枪。对。好，现在我们看到这应该是第7道的选手，第7道是许国恩。蛮快的但这个是不是计时器？对，有时候这个天气太热，它会比较当机。
对，好，所以游出了1分51秒啊，这个是在第2组别9到10岁第2组别，许伯恩第7水道的许伯恩。而且比赛真的是一组一组接上去的啊。对啊，因为这个他们时间都有算，那如果有延后的话，其实就会造成后面可能会拖到晚上。对，因为参赛选手我们刚刚讲到了，就大概有900位了啊，而且就是这一组游完之后，下一组先跳水之后，这组再上来，对，不然会让时间更拖延更久。对。好，所以这一组也是9到10岁的100公尺蛙式的组别。好，那现在我们看到，这应该是最后一组了，9到10岁的最后一组。通常我们计时决赛在排顺序，就是越快的小孩会在最后一组，然后中间水道就是以他的报名秒数来看，中间水道第4道会是最快的，然后在第5道、第3道这样子排。对。好，现在我们看到第一位，这边应该是第2道、第2水道的选手，率先通过了折返点。这个年纪的选手，其实在技术上面当然是比刚前面的这个8岁以下的组别更好，不过还是有蛮大的一个进步空间。一般我们就是蛙是最基本的来说就是配合，有些小孩他可能蛙脚很厉害，或是蛙手很厉害，可是组合起来不一定会很快，所以这个配合的 timing 时间点就是我们蛙是一个很重要的技巧。那通常我们都是手伸出去以后才会手脚提脚，因为这样可以尽可能让身体保持流线型，那它的阻力就会比较小。对。但是如果说真的游到最后50公尺已经开始累的时候，可能动作上面就会有点跑掉。好，这边第2水道的选手已经率先抵达终点了啊，他游出了1分48秒99的一个成绩，也算是非常不错啊。但是好像跟第1组的选手都有一些落差，第1组好像2位选手游到1分44秒啊。那第2道应该是赖运仁选手游出了1分48秒，这个应该还有一组，这应该是下一组。对，9到10，然后现在才要第3组。好，现在才要第3组。那刚刚这位应该就是王乐杰，啊，刚刚这位应该是王乐杰。好，所以现在第3组，第3组出发。对，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像大同国小啊这几个领先的小孩，他们就很明显是首先伸出去再踢脚。对，有时候小孩比较急，或是想要冲刺的时候，比赛就会容易这个 timing 做错的话，就会反而更慢。对。所以在每一次的踢脚、每一次的滑手之前，都会先去就是认真的去也不是说思考，是认真的把每一个动作都做好。对，其实就是说练习的时候，就要教练都会要求小孩要把技术先练熟练。那在冲刺的时候，他就不用特别去想，因为其实每一个动作都大概1秒以内，所以其实很难边想边游。对，所以这些小孩像这个领先这个新生国小的小孩子，就是等于说他在冲刺的时候，就是已经是很习惯把这些技术做出来的。这位是第5水道的西升蛟龙的吴祥瑞，目前看起来游的真的是蛮快的哦。他的报名成绩是1分34秒，1分34秒。如果说真的游出这个成绩，是目前最快的。对。最后重新抵达终点，1分31秒，这是比他的报名成绩还要再更快。1分31秒，
其他2、3名也进入到终点，1分38、1分40秒，哇，这一组实力是真的是比前面的2组都还要再更快。第5水道的吴祥瑞新生蛟龙吴祥瑞游出1分31秒74的成绩，这个成绩应该就没有问题，拿到第1名。那第2道应该是赖运仁天永培训的赖运仁应该也没有问题，是拿到第2名。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是11、12岁组别，11、12岁组别的比赛，对，第1组100公尺蛙式，第一组是只有3位选手，陈思仁、李瑞凯还有杨永旭。随着选手的年纪越来越大，就看到他们的速度应该会越来越快。因为蛙式就像我刚才讲，它是比较需要一些肌力，对，所以如果除了技术以外，我们的力气核心这个是年纪越大，正常来说它的力气会越大，就会比较容易有好的表现。你可以发现说，比赛的蛙式跟一般人的蛙式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比赛选手的蛙式，他们会用屁股的上下去带动他的身体，那当游起来的时候，他的阻力就会比较小。一般人的蛙式就是上半身不会抬那么高，就是比较平的在游。对，那你要从选手的蛙式会发现说，他们都会把身体抱到上面来，然后再转到水里面这样。对，然后越大的选手就会越明显，这个动作这个技术会做得越好。所以平常如果说训练选手的话，会怎么样去引导选手的一些动作？像蛙式，我们最简单的第一个是，还有要教他的高肘，就是这是游泳必备的。那蛙式又特别重要，就是高手肘，就是说我在滑手抓手进来的时候，要让手肘高于手掌的位置，这样可以抓到比较多的水。这边第一组完成1分43秒，第4水道的瑞凯，这游的成绩都比他们报名成绩还要再好。3位的进步，对，很厉害。接下来准备上场是第2组，11、12岁起，这个是也可以说是国小的高年级组。对，通常11、12岁他就是5、6年级。因为台湾的学制关系，所以有时候6年级的小孩会到13岁，对，那就比较吃亏一点。你看他蛙式手爆开往内滑的时候，小孩都会做一个高手肘，对，这个就是蛙手很重要的一部分。那如果没有这个高手肘，其实蛙式手会划不太到水，那等于说就只剩脚可以前进。不过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选手，他的这个方向是比较不是说完全的往前，他会稍微有点偏掉。这个是因为选手训练，选手训练就是靠练习的时候是靠右边，就是以台湾来说靠右边游。那他如果没有在练习比赛的时候习惯去对着中间线的话，就很容易游歪。哇，这位选手的蛙镜已经掉到鼻子这边哦。这精神很好。对，赶快还是要拼啊。对啊，没错没错。他还偷偷调整了一下，但是这可能很难啊，因为你一调整的话，就变成说，其实阻力就会上来了。对，蛙式跟蝶式就有一个规定，你不能2只手不同时。所以其实如果他调蛙镜太明显的话，也有可能犯规。哇，那这就比较可惜。差一点点。对，差一点接近啊。第6水道这边是1分31秒，第5水道1分32秒，第4水道是杨威俊，第5道是黄宇伦，第6道是吴浩哲。那这是比较但是都是游出最好的成绩啊，都是比他们报名成绩还要再快。其实经过暑假，很多小孩在暑假训练比较多量，
然后训练时间也比较多，大家的成绩都会进步很明显。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3组，11、12岁组别的第3组100公尺蛙式。在大一点的小孩，这个屁股的动作、抱水动作就会越来越明显。所以他发现他上半身是上来比较高的。所以我们看到哇，这个效率就很好了。对。现在看到这应该是第4水道跟第5水道的选手张宇书还有潘元俊。蛙式因为它是4个姿势里面追逐最大的姿势，所以它的秒数通常就是最慢，就是每一个正常来说啦，每一个人。那当然，因为有些人比较擅长，他自己擅长蛙式的，擅长仰式的，那有可能会比较不一样。那不然的话，正常来说，蛙式是4次最慢的。那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的阻力比较大，对，它的游法的规则游起来的阻力是比其他3个姿势大。对，所以蛙式要游得好，最重要的就是要减少阻力。对。现在率先抵达终点，应该是第4道，哇，游出了1分24秒，很不错的成绩哦。张宇书，对6年级来说，这个秒数算蛮厉害的，这个在台北市要前8名，没机会。不过他的报名成绩是1分23秒啊，所以差一点点。有时候天气比较炎热啊，然后对都会有一点影响的。好，接下来我们年龄要再往上加了啊，现在可能都已经要来到国中组了。13岁、14岁级别，这100公尺蛙式来看到第1组别3位选手黄品燕在第3水道，第4道是严凯正，还有第5道的唐许哲。但是应该是有1位选手没有参赛了哈，唐许哲应该是没有来哈。蛙式也是通常亚洲选手比较有优势的项目，因为它就是技术成分比较高，所以比较不会因为身高影响这样。那蛙式跟其他的姿势比较不一样，就是其他姿势大概就是手长会很有优势，那蛙式除了手以外，你的脚长一点也会有优势，因为你每一下脚踢出去的距离会比较远。对。脚的效率会比花手的效率还要再高一点。对，就是比例上蛙式就是脚站的比例会高一点，那其他姿势就是上肢手站的比例比较多。我常常听很多人说蛙式其实游起来会非常的轻松。对，我自己在游的时候并不这么感觉。对，因为可能是因为我的蛙脚效率不是很好。没有那么对，也可能就是踢完太沉了，身体太沉了，所以前进的比较少。所以像这些动作，如果你是真的自己在运动中心或者说游泳池去自己练习的话，其实你看不出自己的问题出现在哪里。你可能是需要有旁边有教练来去跟你提点，或是有可以的一些问题。对，用录影的方式，像这个有转播就很好，因为家长啊或是小孩自己回去看转播影片，或是有录影比自己录影更清楚嘛，就可以看看自己动作这样。对，好。第一组这边已经完成了比赛那最快的成绩是游到1分28秒这个也是突破他个人的最佳严凯正。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2组别13、14岁组100公尺蛙式的第2组，这组是有7位选手来参赛。看到这一组好像整个动作的频率是比较快一点。对，动作啊、力量啊，就是比较明显，比之前好一点。好，差距并不是说很大，像1、2、3、4名都还蛮接近的。没错。所以在最后这50公尺来拼拼看
耐力怎么样，以及谁的最后的冲刺体力比较好？。对，对，好，这4位选手目前都有机会啊，甚至我们讲前3名，现在都还不一定哦。蛙式很吃核心的耐力，对，因为它每一下都要上下，所以如果你的核心体力没有那么好的话，到后面可能效率就不会那么好。嗯，对。好，第5水道的选手率先抵达终点，黄义堂1分哦，这是高灿恒啊1分16秒的成绩啦，哇！100公尺1分16秒，其实已经是真的是不错了哈。好，这是13、14岁的第2组别，那接下来下一个组别已经要来到15、17岁。在这个组别当中有国中生啊，也有高中生了。所以这个已经是我们讲全中运等级了啦啊。对，高中生的比赛。看看100公尺的一个成绩，目前领先的选手，其实在这个年龄层，这种领先的选手就是跟后面落后的选手会差蛮多。对，因为这个就是说高中有继续训练跟没有继续训练就会差比较多。因为游泳其实蛮需要体力啊、力量，那不是只是说你技术练习就可以。好，现在目前保持第1名的是第5水道的黄义堂，他的报名成绩参考成绩是1分14秒啊。那第4水道他报名成绩1分12秒啊，其实都蛮快的。对，因为报名有时候是教练估计啊，所以就可能会有一点差距。好，1分15秒的成绩，率先的抵达终点的是第5水道的选手黄义堂。那第4水道的选手徐展伦是游出了1分19秒。再来就是成人组。哦。有时候，这个组别是等于说25岁到34岁，还有35岁到44岁这2个组别一起哈，那就把它混合成25到44岁组。对，并在一起。对，那这也是一样，100公尺蛙式只有1组。有时候这些成人的组别会看到一些以前退役的国手，对，也是蛮好玩的，对吧？但是那个就是，对，大家还是有保持运动，所以一看姿势就会知道说，哎，这个以前应该有练过。但那个如果真的来跟其他的这种下班族、上班族来比的话，那就是在虐菜了哈。像现在第4水道这个就是我们的前辈啊，陈孝兴，对，大前辈。我的姿势一看就很明显，就是选手出身的动作。可是这角度看就很明显，那选手动作就会抱比较高。对，那一般人就稍微核心没有带上，所以你会发现他就是以屁股为支点，那他的上半身就一直保持在水面上，这个阻力就会很小。1分钟，好，1分15秒，厉害，跟现役的选手差不多。对，1分15秒68。所以因为这个也是只有1组了哈，这一组当中只要是第1名，那就没什么问题了，就是拿到第1名了。就看他是25岁还是35岁这样。所以像这种计时决赛，可能对选手来讲，就是你就算是领先，你还是必须要100%的一个冲刺啊，尤其是有其他组别的比赛。对，有可能人家前一组报名比较慢，但是冲了一个很快的。对。好，所以这个组别结束之后，在下一个组别
这是45到54岁的组别啊。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们看到，这个大家还是一样啊，都是热爱游泳这项运动。这项运动是真的从小到大都可以来一起参与，而且没有什么太多的运动伤害。啊，那游起来是非常舒服啊，尤其是在现在这个天气啊，几乎每天都是35度以上的高温，炎炎的酷夏。室外是有点热，对。但今天天气算比较好一点，对吧？前几天的话就真的蛮热的。其实这些大人都有在练，很明显，因为他们对技术其实都蛮好的。滑手踢脚效率也都不错，而且也都是新式的蛙脚。新式的蛙脚就是它比较是小蛙，所以它踢出来蛙脚比较小。那一般人或是没有练过蛙式特别练的话，他们就会踢比较大。对，踢比较大，它阻力就也会相较大一点。我们就可以看2-3水道蛙脚就明显比其他道小一些。好，2分22秒也很不错呢。对，厉害。第2水道江仲琪率先的进入到终点，哇，这是前3名，这都是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这几个也都是成人泳赛很常对得名的人。江仲琪，然后张君晃，还有王家群啊，3位优秀的选手啊。台湾这个终身运动真的风气有越来越好，对啊。其实现在大家如果说真的去游泳池，都可以看到真的是人满为患啊。几乎每一个游泳池一直都是有人在游，没错，而且人都很多。那加上如果说是假日啊，或者是这种下班时间，大概7、8点左右，这个时间段就非常多人。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55岁以上的组别啊，这个组别就是常青组了，有些还没有到常青啊。但是如果说你是常青的，也可以来参加啊。这些人真的很厉害，动作都很标准。对啊。所以游泳这项运动其实真的不一定说你体能好、体力好就一定是游得快。好像我真的记得我在泳池真的游不赢很多阿伯，也真的很多阿伯很厉害。就跟去公园打篮球的都会打输阿伯一样。3分球投很准。对啊，超厉害的。那其实现场的天气目前看起来是有一些风的啊，所以还算舒服啦。因为像前几天只有太阳没有风，就差很多。不过今天的状况其实早上来到青年公园这边有看到云层就稍微比较厚一点，所以担心说如果比赛的后面会不会下雨？希望是不要。其实下雨还好，就不要打雷。打雷的话，可能比赛就要暂停，对，比较麻烦。雨势太大的话，其实也是对选手来讲会有一些影响。对，这一定会有影响。其实水温啊，这些都会有影响，因为有标准的水温就大概是27度、26度。那你这个水温太高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肌肉会发不了力气的。好，现在2位选手的差距算是比较大一点。在这个组别，现在第1位选手率先的抵达终点。这应该是扎颖东，第3道的扎颖东率先抵达终点，得出这应该是刚看到好像1分50秒左右吧，1分50秒左右的一个成绩。那接下来是第2组别，55岁以上，100公尺蛙式的第2组。这个第2水道这个江老师也是我们
很有名的裁判，国际裁判，国际级的。对，这个组别有4位是来自永和陈永慧啊，而且这4位怎么感觉好像速度差不多哦？其实一起报名的，对，55岁以上就是这个跨比较大啦。有些可能70、80岁的也是在同一组，会比较辛苦。那目前看到第7水道的张华德，这也是刚刚有得名的这个亚洲国际游泳协会，这是刚刚我们看到很厉害的成人组的那些选手。哇，开始通过第1次折返点之后，这个差距慢慢的就拉开。其实政府办的就申办那些像中年运动会啊，或者之前也有一些国际的成人赛，这个也都有帮对这个全民运动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对，因为其实如果竞技运动要发展的好的话，其实蛮有赖于这个全民运动先发展出来。对，其实现在台湾等于说是每个县市都会至少有几个游泳池啦，就是如果说对于游泳有兴趣的话，其实真的是蛮容易就找到资源。台北市算最幸福的，每个国小也几乎都有游泳池。对，其实学校要有游泳池这件事情，在其他的县市里面会比较不太容易，比较难。好，现在还有一位选手。这边我们看到，哇，其实成绩还蛮快的。对啊。第7道张华德游出了1分29秒，这个成绩是很不错的。就一定是有在练习，有为了比赛认真训练。好，这个组别完成了赛事啊，所有选手都回到了终点。那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女子组啊，女子组8岁以下的组别，一样是100公尺的蛙式。所以今年分龄赛其实蛮多小朋友参加的，是8岁以下的组别，我们可能原先会以为说人数可能不会太多，但是这个组别人数真的还蛮多的。因为台北市现在大部分国小就是从1、2年级就开始招生，对，就是提早。以前的话通常就是3、4年级才开始，那这几年就是开始是从1、2年级。那1、2年级有的可能刚进去就从自由式会自由式开始学这样。哇，我们看到小朋友这个都已经游到边边了，就是跟练习习惯一样，习惯游又去又回这样。又去又回是一个算是每个泳池都是需要去遵守的一个规则。训练来回才比较不会撞到。像有些国家是左去左回，就是跟我们开车一样，对，方向不一样。好，现在我们看到，哎呦，这个组别其实有悬念哦。后面的这50公尺，距离其实没有想象中差了这么远。看一下第10道跟第6道，哦，好像是第6水道这边还是快一点，哇，快了0.11秒。游泳有时候就这样，那差0.01就还是输了。对，所以我们都会要求小孩一定要去把这些细节做好。像这一次用的这个计时系统是电子的这个计时系统。对。因为如果说是有一些比赛，可能小型的比赛，它是变成说是裁判自己去压秒，就可能会看不出来，会有一些差距。所以当比赛那种很接近的情况下，这时候就很容易出现争议。对，没错。有些0点几秒，有时候肉眼看真的看不太出来。
对，然后游泳又比较常碰墙，应该是在水里面，所以水下碰墙如果是用肉眼，就真的看不到。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9到10岁的组别啊，在这个年龄层有3组。那现在第一组下水，正式的出发。所以在现阶段的一个状况，我们看到真的有蛮多小朋友去参与游泳这项运动啊。那尤其刚刚教练有提到，就我们暑假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练习的时间了。没错，因为没有上学。对，啊、不用上学，那可能就是真的有空就可以去泳池去做训练。那这个时间点也是很多我们讲游泳的教练啊，要好好的来打工的时候了啊。对。像现在有一些队伍的教练也都会带学生去各个地方异地训练，就是或许是台湾啊，就互相交流。哦。那也有的会出国，就是利用暑假时间比较长的机会这样。其实这是一个蛮好的，台湾蛮好的现象。对，因为有时候你自己关着门、闭着门这样练，有时候其实对小孩来说也比较没有刺激。现在我们看到差距已经是拉开了，目前应该是第4水道，还有第5水道的选手。目前第5水道的选手杨宇杰算是领先蛮多的，看是不是有机会拼个2分钟，2分钟以内的一个成绩。游泳是一个很注重延伸的运动，所以会发现，如果小孩很急，一下一下一直滑的时候，其实他滑的距离就比较短。对，所以其实他每一下回手的时候，应该都要延伸，把手再伸远一点，再去做下一个动作。等于说，你每一次的力量用完之后，你不可以尽量不要再去做一个阻力啦，就是让自己的身体也有更多的休息一下。所以游泳，你刚刚说蛙式会比较轻松，就是因为蛙式也是一个比较可以滑行的。哦。对，等于说你在滑行的时候，你就会尽可能不要动，然后让阻力减少这样。对。那其他姿势就不能这样子，它就是要一直滑这样。把每一次的动作都全部的做满，每一次的力量都是让它滑行。对。不要去阻碍它。没错。好，那现在我们看到应该是第2组别。这个组别100公尺蛙式，一样是9到10岁的女子组。前面我们看到比较快的选手，大概可以游到1分50秒左右的一个成绩。这组应该就会有1分40几。对。这2位选手现在并驾齐驱，那7、8水道其实也都有竞争的机会。因为我们游泳就是说阻力跟推进力的关系，所以要如何去减少阻力跟增加推进力，就是一个比较大的课题。所以会发现说，有的好的小孩，他要么就是每一下出去的距离很远，对，那不然就是说动作是比较连贯的，对，就不能像说有些人踩脚踏车踩一下停一下踩一下停一下这样。就是你要是一个连贯的动作，而且也是会有一些策略就是如果说你的动作可能比较快一点，你阻力大，但是你的推进力大，那整体速度会稍微快一些的话，那可能会不会就是把这个动作这个频率的这个等于说时间点放在最后的冲刺时刻，那前面用一个更有效率的方式，没错，更慢的动作更有效率的方式去保留体力，那维持一定的速度。对，老师这个很专业。所以像100公尺以上的项目，小孩都会练习配速。对。100公尺其实就已经是会让体能出现，对，就在最后的50公尺会有一些状况。没错。我们在训练上就有分磷酸系统跟对耐力系统，所以你过一定的秒数，超过30秒，其实基本上体能就会有明显的下降。对。这个组别1分48秒，4、5水道2个水道的选手非常的接近，杨嘉玲还有王
黄敏琪这2位选手1分48秒。啊，第4水道的杨嘉玲目前是排名第1。接下来是第3组，也就是在整个报名成绩里面最快的一个组别。这个组别我们就可以观察到他们其实在水下的时间，就是说在第一时间鸣枪跳水之后。跳水之后，他们在水下待的时间是比较长的。其实水下的阻力又会比水上的阻力还要小。对，水下的阻力小，所以你在水下有不错的技术的话，其实就会在出发可以赢得比较明显。那也就是为什么说蝶泳自由式，它是规定你要在15公尺一定要离开水面。对，不然就会变成潜水的比赛，就不是游泳的比赛了。比谁看谁水下动作好。对。但有时候跳水的瞬间，也会发生一个状况，就是小朋友，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小朋友他的蛙镜就直接是脱落了。对。其实跳水的第一下，那个发生的频率算是蛮高的。对，这个就是教练要教孩子，第一个是说怎么带蛙镜。对，这个带蛙镜也不是没有学问，就是你要怎么样让蛙镜是可以比较稳定的。对，那一般竞技的蛙镜。镜面也会比较小一点，就跟一般人的蛙镜会不一样，对，或是会有流线型，就连蛙镜的好的蛙镜可能就要1、2千块，对，那一般人用的蛙镜可能300-400块就可以买，对，所以这都会有影响。因为其实，这个蛙镜比较小，对于选手来讲也不会有太大的一个这个阻碍啦。最主要当然不是为了要你在水下看清楚，对，不是浮潜，对。好，我们来看到在这个组别啊，第4水道1分34秒的一个成绩，哇，所以这个就没有问题了啊。在这个水道的确啊，这个成绩真的是比较快啊。第4水道是尹尼恩，啊，应该也是拿到9到10岁100公尺蛙式的一个冠军啊。那接下来一样是女子组，但是在年龄上面往上一个层级，11到12岁的这个组别。在这种国小的年纪啊，这个女生的成绩跟男生比较起来，会有很明显的差距吗？其实还好，因为呢，女生有时候在12岁以前是比较早发育的，那反而有一些男生到了14岁才发育，那这个就会有影响。所以其实我们说国小很常在比的，不是真正的比赛，也会一直跟家长讲说不要太急，对，因为有时候这是小孩成长的问题。那早发育有早发育的好处，可是晚发育也有晚发育的好处。所以其实国小我们会更希望家长是注重小孩的兴趣啊、心理上的问题啊，跟还有他的成长。对，就不要说为了要游泳或是拼名次，太结果目标导向这样。对。哇，这个差距已经完全的拉开了。对。所以发现有时候12岁、10岁那个高度身高差很多。对。所以这个年龄层其实成绩会差蛮多的。对，但是男女生比较不会有差距，就是同样一样发育，那男生女生就会差不多这样。这个年纪男生还没有开始真正的登大郎了哈。对。现在这个时间点，甚至女生的身材、身高都比男生还要高。对，没错没错。好，第2水道的选手率先进入到终点。不过这里，这个应该是其他的，有可能是不知道是并组，对，有可能是其他组别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第2组。很明显，水下做得好，要一上来就赢了。对。所以这个等于是赢在起跑点了哈，就很
快的。我们看到第二组现在已经游了超过30公尺了。11、12岁组别女子组的第二组别，目前第4水道的选手王云轩率先抵达折返点。这个一个大蛙就差很多。所以在这个年龄层，真的动作的一个正确性真的蛮重要的。每一次的动作都是效率比别人好的话，当然你的速度就会快很多。所以我刚刚说，一个是比身高，一个就是比技术跟体力，你的训练量，在这个年纪训练花比较多时间，就会很明显，会很有效果。对。好，速度蛮快的，应该是在1分30秒左右啊。1分34秒。第一名的成绩没有出来。第一名应该是在1分30秒左右。1分26，哇，很厉害。这个11、12岁组的女生国小高年级组的女子组，100公尺蛙式1分26秒。全国的这个年纪水平，他们大概可以压到120内。对，那台北市就差不多，快的也是120内，那慢一点就差不多125这样。对。但这个是如果说是全国的比赛来去讲的话了目前这个年龄层，像国小组的小朋友，他要参加这种全国性的指标大赛，大概是哪几个比赛？像我们每一年就是除了各个年纪，就是说国小会有国小的全国赛，那国中会有跟高中一起办那个全中运，那再来的话，其他比赛就是有4个主要中华泳协会办4个分龄赛，一个是3月的春季，2月或3月春季分龄，那一个就是6月的时候的全国中正杯，对，然后再来就是9月的全国总统杯，那今年是办在8月底，对，所以今年也是刚比完，然后再来就是11、12月的全国冬季短水道，对，大概就这4场比赛，我们会说这是游泳的4大赛，对，就除了各个中学、国中、高中小学的运动会以外，就是这4个比赛最重要。所以一整年度其实大概有4场，所以等于说是每3个月左右就会有一次大赛。对，没错，可以去做准备。对，然后各个县市可能就会有各个县市的大赛。对。好，这边游出1分21秒了，哇，这个成绩很厉害呢。这是13、14岁组别第4道的选手高琪娟。13、14岁当然是已经来到国中组了100公尺的蛙式游到1分20秒左右的一个成绩，这已经是很不错了。那接下来是13、14岁，15、17。这应该是对，这往上加了这15、17岁。但是这个年龄层算是比较。这一组有混对，这有混组对对对。等于说有跟姐姐一起比的这个组别等于是从15岁一直到55岁以上的这个层级，对，都并在一起。那55岁以上只有3位第5水道、第6水道跟第7水道。35岁到44岁是在3、4水道，那第2水道是25到34岁组，那第1水道是年纪最小的15到17岁组。不过其实这样看起来前4道的成绩是差不多的，速度现在没有差太多。那目前领先是第4水道的林亮君那跟第3水道的黄诗秀算是蛮接近的，都是来自亚洲国际游泳协会。
备进入终点。好，没有问题。看到蛙式有一个很大的技巧就是夹水，就如果他的蛙脚夹水够好的话，他踢一下就会非常远。对，所以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到后面体力都还能撑住的，通常就是他比较会飘。对，就是踢一下的效率会好很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这是45到54岁的组别。那这个组别等于说是另外拉出来比，因为这个组别的选手比较多一点。这个组别总共有6位选手。这也是蛙式的最后一组。蛙式脚也是跟其他姿势比较不一样的。现在第4水道的选手速度很快，汤学历来自永和陈永会。所以蛙式脚一般我们就是外八比较好，比较多的人。他的会有的比较好。那自仰蝶呢，就是稍微要内八。对，所以这个髋的训练核心也是我们现在很重要一部分。对，如何运用你的髋去做旋转，对，髋关节的旋转。所以很多蛙式游的好的选手，反而自仰蝶会比较差。对，那自仰蝶好的选手也很多，就是蛙式比较差。所以早上这个混合是可以游得好的人。通常就是他这个控制就是很厉害，对，所以现在教练也都是比较着重，尤其这个小朋友13岁以下的小朋友，就是很着重式的训练，因为你偏重了哪一个姿势，就可能造成其他姿势的影响。这样，好，刚刚我们这样子看了一下，他的成绩大概会落在1分30出头，1分30出头的这个秒数汤学历率先进入到终点35，对，35秒，1分35秒97。好，在45到54岁这个组别，这个应该就没问题了。100公尺的蛙式，汤学历是拿到了冠军。那后续的名次，1分51秒、52秒，这是第3道跟第2道的选手。好，所以这一组结束之后，我们看到100公尺的蛙式这个项目是已经完全的结束。那待会准备要来进行的是这个8岁以下组别的100公尺的自由式。开始卷入1点整，开始比赛，请各位选手注意大会的赛前时间。祝福大家中午用餐愉快。好，所以我们早上看了蛮多这100公尺的蛙式也大概教练带我们了解了一下这个蛙式的一些动作跟一些基础那我们看到蛮多选手其实都具有全国比赛的一个能力啦。对，没错。那也有很多选手，虽然说他成绩游的不是说很快，但是他抱持了一个热爱游泳的心，对，一起来参加这个比赛。我们也鼓励观众朋友，如果说你对于游泳是有兴趣的，也可以一起来参加。明年度的比赛绝对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要来进行的是这个100公尺自由式的比赛待会再回来。